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尚不清楚今年的 iPhone 是被称为 iPhone 12S 还是 iPhone 13，但一份报告称，苹果内部仍然将今年称为 S， 仅作为升级。这意味着与现有 iPhone 12系列产品相比，没有太多的变化，因此今年被称为 12S 系列的命名概率更大。在之前我们已经爆料过 iPhone 12S 系列的一些细节，但仅作为硬件方面。现在新爆料显示，新品在功能方面有变化，这可能会同 iOS 15系统里出现。现有媒体报道，由于今年许多苹果员工在家远程办公的原因，其新款 iPhone 产品的保密工作很难保证，这也导致了 iPhone 12S 系列的消息泄露比以往要更多一些。报道称，他们有一些独家的消息，其中一条信息显示，苹果将会为今年的 iPhone 12S 系列带来类似于安卓手机中的息屏显示功能，这也是苹果首次引入这项安卓机已经全面普及的实用功能。不过消息称， iPhone 12S 系列的息屏显示功能并不会过于复杂，可能会与 Apple Watch 可显示的信息相近。该功能一旦上线，势必会影响 iPhone 的续航。由于 iPhone 产品的续航表现一向不是太给力，这功能加入是很多网友担心的。显然，苹果也提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前消息称 ，iPhone 12S 系列采用了三星提供的 LTPO 技术屏幕，相比于此前的 LTPS 技术拥有的电荷迁移率更高、像素点反应更快等优势，从而使得屏幕的反应速度更快，且功耗也能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 LTPO 屏幕也将为 iPhone 12S 系列带来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同时还支持智能调节屏幕刷新率，可实现1到120赫兹之间的切换，这也是苹果首次在手机上配备的高刷新率。另外，该自适应刷新率最低可降至1赫兹，加上 LTPO 屏幕低功耗的特性，可以将 iPhone 息屏显示功能运用得非常完美。这也将进一步将 iPhone 12S 系列息屏显示的功耗情况降到了最低，几乎不会对手机续航造成影响，用户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一切。虽然今年全新的 iPhone 12S 系列发布非常值得期待，但现在新的爆料还指出，在 iPhone 12S 系列推出前，今年全新的 iPad Pro 2021和 AirTags 蓝牙追踪器也在不久会降临。据爆料人士表示，首先下一代 iPad Pro 有望采用 Mini LED 屏， 12.9 英寸型号比当前型号厚约 0.5 毫米，11英寸机型则将保持与当前型号相同的厚度。此外，下一代 iPad Pro 还将支持 5G 网络，搭载 A14X 芯片，并支持 6G 赫兹 Wi-Fi 6E 的技术，其他设计变化不大。说到 AirTags 蓝牙追踪器，其实早在2019年便有消息指出，苹果正在开发该蓝牙追踪器。泄露人士还表示，该蓝牙追踪器将在3月份发布，并表示没有听说过有任何进一步的延迟计划。关于以上泄露是否会准确发布，依照去年3月份苹果发布计划，其首先发布了搭载雷达激光雷达传感器的 iPad Pro 2020款，接着又发布了 iPhone SE 第二代。今年3月，苹果也将按照惯例发布几款新品，或者它们就会即将推出。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欢迎在下方交流互动与订阅，我们下期再见。